三星对美摊牌，台积电对美妥协，民进党是要出卖大陆企业的核心数据吗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近期，美国要求台积电、三星等亚洲国家的芯片厂商交出企业机密，这两家芯片巨头都曾经拒绝提供。10月19日，韩国驻美大使李秀赫强硬表态，不会在该问题上轻易的提供任何高度机密的信息。三星公司并未明确做出回应，但是呢，正加快在美国德州的芯片工厂建设计划，算是一种妥协。但在10月22日，台积电一改之前不会泄露客户机密资料的说法，宣布将在11月8日把相关资料交给美国。那么台积电的辩解是，该企业长期以来与所有利害相关人员保持着积极的合作，并提供支持，以克服全球半导体供应上的挑战。在这个复杂的供应链中，提高需求可见度，应较能避免未来出现此类供应链短缺的现象。在这个共同目标下，台积电作为其中强而有力的合作伙伴，将继续采取行动来应对挑战。据透露，美国要求台积电、三星等半导体企业在45天内交出被视为商业机密的库存量、订单、销售记录等数据，而这些数据就包括中国大陆的相关企业，特别是电动汽车企业的数据。美国正在把在电动汽车领域与中国企业的竞争看成是国之大事，因此，如果台积电把大陆企业的数据交给美国，就等于破坏了市场规则，让美国政府在发展相关产业问题上处于主动地位，必然会危害到中国大陆企业的供应链安全。更为可惜的是，台湾当局的伪经济部长王美花不但未替台湾企业说话，反而在替美国政府发声。他声称，数据提交是台积电的自愿性行为，台湾当局收着芯片企业的纳税，却帮着美国政府说话，出卖的又是中国大陆企业的相关数据，这就是真正的卖主求荣和卖国求荣。与之相比，韩国外交部就向美国表达了对这件事的担忧，对美国向三星的施压表达了严重不满。对于中国大陆的企业而言，既然台湾的芯片工厂已经不那么靠谱了，甚至变成了美国胁迫下的奴才，这就给我们相关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隐患。为了摆脱这种困境，中国大陆只有大力发展自己的芯片产业，进一步减少对台积电的依赖，才是上策。那么从长远看，中国大陆必须考虑芯片供应链被美国掌控和破坏的危险。中国人没有办不成的事儿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。只要我们今后加大在芯片领域的投资和研发，努力攻关，相信用不了几年就可以弥补这一短板。或者呢，等到两岸完成了统一，台积电也就不用对美国低三下四了。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了。既然蔡英文当局不能保护台湾的企业，那么就完全可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，而未来保护台湾企业的重任必然会由中国大陆肩负起来。好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